说到端午节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纪念屈原，但其实端午节的起源可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多了。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唠唠端午节的真正由来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，每年农历5月初5，这个节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。端午节的习俗可丰富了，比如赛龙舟、吃粽子、挂艾草、喝雄黄酒，这些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，而且还在不断演变。端午节最早的起源可能跟古代的龙图腾有关。在古代，长江中下游的百越民族崇拜龙图腾，他们把龙当作保护神，每年农历5月初5，他们就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，划着龙舟向龙神献祭。这种祭祀活动后来慢慢演变成了端午节的一部分。在古代，人们特别迷信，认为农历5月是个恶月，5月初5更是恶日。为啥呢？因为5月天气炎热，蚊虫滋生，容易生病，所以人们会在这一天举行各种活动，比如挂艾草、喝雄黄酒，来驱邪避疫，保佑家人平安。除了屈原，端午节还有一个说法是纪念伍子胥。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大臣，他忠心耿耿，却被吴王夫差逼迫自尽。伍子胥死后，吴国百姓为了纪念他，也在5月初5这天举行活动。这个说法在江浙地区特别流行。还有一个说法是纪念曹娥，曹娥是东汉时期浙江上虞的一个孝女，她的父亲在祭祀活动中溺水身亡，曹娥为了寻找父亲的尸体，也在江中溺亡。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孝心，把5月初5定为纪念日。虽然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，但纪念屈原的说法流传最广。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臣，他特别爱国，提出了很多富国强兵的建议，但遭到了贵族的排挤，被流放到外地。后来楚国被秦国打败，屈原心如刀割，就在5月初5这天抱着石头投江自尽了。当地百姓听说后特别伤心，他们划着船去打捞屈原的尸体，还往江里扔粽子，希望鱼虾不要吃屈原的身体。这就是赛龙舟和吃粽子习俗的由来。屈原的故事特别感人，他的爱国精神也特别伟大，所以这个说法流传最广。端午节的习俗特别多，而且每个习俗都有自己的寓意。比如赛龙舟最早是为了祭祀龙神，后来是为了纪念屈原。大家划着船，鼓声震天，特别热闹。吃粽子，粽子最早是祭祀用品，后来变成了端午节的特色美食。粽子的种类也越来越多，有甜的，有咸的，各种口味都有。挂艾草和菖蒲，艾草和菖蒲都有特殊的气味，可以驱虫辟邪，大家把它们挂在门口，希望保佑家人平安。喝雄黄酒，雄黄酒是一种传统的药材酒，古人认为它可以驱邪避疫。不过现在大家喝雄黄酒的时候少了，因为雄其实有点毒性。端午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，它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首先，它是对祖先的纪念，无论是纪念屈原、伍子胥还是曹娥，都是对他们的敬仰和怀念。其次，端午节也是对生命的尊重，通过各种习俗，人们祈求健康和平安。最后，端午节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这些古老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，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好啦，今天关于端午节的真正由来就讲到这里啦。端午节可不只是纪念屈原这么简单，它的起源和习俗都非常丰富。希望大家在端午节的时候，不仅能享受美食，还能好好体会一下这个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
我们下期再见。